接着我们来介绍 PBR 的其他属性，这几个英文名字再确认一下。然后电脑的共通语言哦，无就是关，就是零，就是黑，就是 off。好，那有就是开，就是一，就是白，就是 on。好，这个注意一下，在材质里面呢，就是黑白。颜色来说就黑白哦，然后电脑在运算就是01，那视觉上就开关哦，那我们会感知上是有跟无哦 on off。好，表面色很简单 ，basic color 哦，你调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再来粗糙度，粗糙度的话就是表面的光滑与粗糙程度。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用参数来做哈，0是这样哦，没有粗糙，那代表很有光泽啊，如果很粗糙，那就是没有光泽，这样哈，所以这个是粗糙度。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感受一下哈，在 Unreal 里面，如果你这个粗糙度这些其他通道都没有去指定的话，我记得它预设参数是0.3。这个我们要自己控制啦哈，因为预设的可能不会是我们要的，所以你要找到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刚刚有提到怎么来的，一样你搜寻 constant， 然后是一个向量哦，一个向量哦，然后把这个给粗糙度，我们看一下这是预设的哦。那我现在把它拉到粗糙度，好，我们看一下结果这里哦。等一下，好，这样没有粗糙度，那代表什么？很光滑，所以这里是0，也就是这里。好，那这个拉杆，这个是 Substance 的界面，你有学过 Substance， 直接拉一拉，你就感受得出来。那我们现在没有 Substance 嘛，所以用 Unreal， 主要介绍 Unreal， 所以我们要学会它怎么用哦。好，那这个我给它1呢，1，好，我们看一下，好，它就是很粗糙。那可不可以大于1？譬如说3，可以，你可以加强。但是以 PBR 材质的话，它遵循那个能量守恒，它就是0跟1之间而已，0跟1之间。那你这个参数可以大于1。但是它最多还是1，这样哦。好，那譬如说我给它100，它会不会再更粗糙？差不多哦。所以这里1以上就没什么感觉了哈。好，所以0跟1之间，那我如果给它0.3，应该是0.5，预设我记得是0.5，我看一下感觉，对，它这边预设应该是0.5哈。所以你如果没有去加东西的话，就要把它砍断。好，就这种一样的哦。所以预设值是0.5哦，更正不是0.3。好，那我现在把它接上去。我就可以自己控制哦，比如说我设0，这样这就是0。好，那如果这个线不要呢，怎么砍断 ？Auto 按着点连接点或者连接线就可以砍断线。好，那需要的话再接过去，然后记得你不要接错哦，譬如我接到金属，我接到金属，好，它变成这样。好啊，如果不接呢？不接呢？会不一样哦，所以你不要接错哦。我接到粗糙度，那就是不粗糙。哦，所以就很光滑，哦，所以这个粗糙度，哦，记得都是0跟1之间。那粗糙度在0跟1之间调不同的参数，就可以看得到它的不同粗糙质感。好，那粗糙度也可以用图片哦，这个是贴上图片，所以它的变化就依照这个纹路来做改变。好，所以这样会更真实。好，所以待会我们再来套用图的部分。那接着我们看一下金属感。金属感0就是没有金属感，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塑胶。好，那如果1，那金属感就比较强。那这个也要再搭配粗糙度，才可以调出说，非金属或者是有电镀的，或者是绝缘类似其他的金属质感。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哈，金属感 Talent 这边你可以再加这个东西出来哈。那加的方式就是按右键来找嘛哈。那如果这样找麻烦的话，你可以复制，选到它 Ctrl 加 D， 复制。也可以，好，那这个常用哦，常用你要记快捷键 ，constant 这个常数，这个是一个向量，2个、3个、4个，好，这4个都有快捷键，要记一下哈。按住数字键1不放哦，按着不放加滑鼠左键，好，按着2数字键不放加滑鼠左键，这2个向量，按住3不放加滑鼠左键。按住4不放加滑鼠左键，好，4个向量，这样常用，你就不需要按右键再来打一堆单字了。好，但是单字你要记哦，因为有时候需要用搜寻的来找。哦，好，所以这边我需要一个向量。好，那这个要搭配粗糙度。那你在排东西的时候，尽量照这个顺序来排。这个金属感在上面，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把这个线打叉交叉。这样你思绪会乱掉。
尽量排整齐这个不是强迫症，这是好习惯。因为这里就是类似你在整理自己的抽屉一样那排列整齐，你在找东西会比较好找，分类会比较好找好，那我们看一下金属感，金属感这里如果是1，那就会很金属，这样那我砍掉这个粗糙度，砍掉这样是金属，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可是你再加上粗糙度，我没有粗糙所以代表很光滑，所以这样变成抛光的金属。那如果你把粗糙度降低，它就类似有表面有点就是粗糙有磨砂的，或者是表面的纹路是不规则的那这里的不规则程度就取决于你这个参数，这个，那这个就要慢慢去体会，边调边看这样好，所以2个参数加在一起会有不同的质感。金属感尤其要搭配其他的通道来使用，它才可以混出各种金属的质感，这个是金属感好，那金属感一样可以用颜色颜色的话你可以选这个比如说我 Ctrl 加 D， 我复制一个或者这几个向量3个向量，所以我可以按住3不放加滑鼠左键。好，那我可以用颜色譬如说我用红色，那我就把这个关掉，这里有接线然后我现在再拉一个去接它，它会把它原本的踢掉因为一个接点只能接一个，好，那现在如果这个把它砍掉，这个我用白色好了，这种白色，好这样，好，这样白色，然后这个粗糙度如果给它0，或者我先砍掉好了，好这样，好，因为它被反射掉，所以这个体现就没有那么的明显，这样，好，所以这边颜色也可以，但是就是要再搭配其他的一些参数来用，或者是我把这里砍掉，好，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好，所以颜色的体现就没有那么的明显那数值的部分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OK 然后其他的你再来调整表面色，用表面色来控制，这样 OK。PBR 材质这3个我们讲完了接着要讲右边这3个，右边这3个呢，包含就是下面这个流程也都是共用的所以这几个单字跟意思要会。再来我们介绍 Ambient Occlusion 环境遮蔽 ，Ambient Occlusion 简称 AO 环境遮蔽或叫主光都可以，它可以解决就是改善漏光跟阴影不真实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让细节跟空间感变得更好。所以是这种黑白，它只有黑白你就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就是光线照得到跟照不到的变化。那有了这个有叠这个的话，立体感变更好。你看一下，这是原图，没有叠 AO， 那如果叠上 AO 会像这样，所以它立体层次会更丰富所以这个是 AO 的概念。那它都是灰阶然后就是黑白的渐层所以有叠跟没有叠它是纯 AO。所以通常这个用在影视动画，那现在在游戏上如果叠加上这个的话，就会像这样，立体感会变很好。这个是没有叠 AO，这2个叠在一起就会长这样，所以它的立体层次会更丰富暗部的细节就会更多所以这个 AO 先知道。那这张图呢，就需要用到 Substance 或其他软体来产生所以这个知道 AO 这个功能就可以了再来 Normal Map。Normal 是法线是专有名词，它不是正常法线贴图，它主要就是用一张图片来让低模有高模细节。这张图片是 RGB 的讯息，然后它会改变物体表面的曲率，然后让你营造出东西有立体感它其实是一个错觉这是低模，这是高模，然后我们会使用 Substance 去2个对轰成一张法线贴图，然后只要贴上这张图，就可以让低模有高模的细节这是高模，这是法线，2个叠在一起，让低模会有这个质感所以有这种质感所以这个用在游戏上非常的普遍所以这一张图就叫法线贴图，利用 RGB 讯息改变曲面的高低变化所以这张图呢有加跟没加，其实会影响到很多细节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低模这个782个面。高模有1万多个面，那这个你用在游戏上，用在 VR 对电脑负担会很重，所以我们会做成很简单的模型，但是又没细节怎么办？用一张法线贴图让低模有高模细节，所以这只有
7、8、2个面，它不像高模那么的多，但是细节会有高模的层次，因为有了这张法线贴图。好，那这边怎么做呢？我们就利用现有的图来做示范。Ctrl 加空白键可以开启资源浏览器。好，那在初学者内容包里面，material 是材质。那如果你要找贴图的话，叫 texture。这个字都要记哦。那我现在来用图的方式来说明哦。这几个我先丢掉了哦。那你如果不要，你待会还在用的话，那你就把线砍断就好了。Auto 按着点接点或接线。都可以砍断连接线。好，那这边我就用这一组这里它这边都一整组的哦，一整组那这边 brick clay 这是 new， 好，这是新材质，这是旧的，没有这个有合成通道，所以后面我会跟你讲合成贴图，然后你也要懂怎么去用这些贴图那我讲比较单纯的，这个是你看那个字它这边都有命名这个是T 是 texture， 就是这个字T 前面都是类型，再来 brick 就是物质的名称 ，clay 这两个是物质名称，这是旧的，然后后面写一个 D 有没有 ？D 那就是 diffuse basic color 或是这个 diffuse， 所以那个 D 或者人家 B， 一般我们都叫 D 啦 D 就是表面色 diffuse 或是 basic color 或是 albedo 都可以，所以这里你看这个是材质的表面，所以表面抓出来。Ctrl 加空白键，这个是前面都一样只差后面那个字，后面写一个 N normal N， 好，就用这个。好，所以这两个我们就来试看看它调出来的质感所以这两个是一组的在初学者内容包这边都有现成的当然你可以自己调用 Substance 去画。好，表面色套上去，那我存档才会看得到它的变化嘛。这边只是预览这边只是预览好，跑完了切回去看一下，好，有没有改变？有。那改变比较慢，这是电脑速度来看一下，这样好。那你看一下这个球表面有没有凹凸层次？没有没有。好，那我把这个抓出来。好，那我现在需要这一张法线。好，那法线一样抓 RGB， 然后放到哪里 ？Normal， 法线就这个通道好，抓到这里。好，然后存档好，注意看这里的变化，那反光这里红色字这里这里好，存好档了，你就看这里变化，这里。好，有没有？是不是立体感变更好？可是它还是一颗球啊，刚才没什么层次，可是因为有了这张法线贴图，它的立体质感就会变更好。OK。